Hello 啊，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我今天本来说9点半播的，然后刚才跟同事打电话，打了有半个小时吧，所以就来晚了一点。有茶好喝呀！我下班的时候在路上点的，然后到家就收到了。谢谢 Victor 送的粉丝团灯牌，谢谢超爱百里屠夫送的加油呀！我会加油的，我会加油努力直播的。谢谢哈利波特，我会努力的。我把音乐我关了吧，我换成那个音箱播。主播主打一个对，我是一个超听劝的主播，我换成那个苹果的那个 Apple 的音箱播，稍等一下。哎，我昨天晚上下播之前播了好多老歌，然后我觉得可以再播一下。我是超听劝的主播。我昨天点了很多2000年前后的那种欧美歌曲，非常 old school。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然后刚开始直播，谢谢程良和终极打工仔送的粉丝团灯牌，谢谢醉卧亭边早就不识君送的人机票。哎，你名字好长啊！每次念你名字感觉像在念经一样。哪里人啊？我是湖北人，但是我在深圳。欢迎那个胖子在北京，我就说还好，一闪而过看到你上相。我也刚上来直播2分钟吧。谢谢亲爱的胖子在北京。话说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叫你啊。
我总不能叫你胖子吧？我比你还胖呀！你可以微信跟我说一下怎么称呼你啊？我跟龙二最帅，龙二是很帅，我不敢。我比我帅的人还是挺多的。这个星期有可能不更新小茉莉，为什么呀？在吃水果呀，我点的水果茶。你是在百里屠夫那里直播看到什么了吗？忙？他这周忙什么？谢谢滋儿送的粉丝团灯牌。你是在百里那里看到的吗？行吧，他如果在直播的时候说了的话，那可能就是真的了。我好奇他这个礼拜忙什么呀？这周减2集，你是想说剪辑的剪吗？提车的事情，好吧，那还是比较忙咯。啊，他昨天还发朋友圈了吗？我去看一下。哦，只是发了个提车的视频吗？但我觉得他应该还是会剪的吧。你好，不关注百里。我没有不关注他，只是朋友圈没看到而已啊。那我也不能抱着手机24小时的看朋友圈啊。因为我看他前天发朋友圈说这周要减2集嘞。不过他确实还没有找我们配音，一般来说周4就要找我们配音了。我今天晚上又喝白酒了。我们老板来深圳了，然后给我们开了一整天的会。从早上9点钟开到了下午5点钟。开完会就去聚餐。本来说不喝酒的，我说我自己不喝酒啊。然后其他同事都喝了，我也只能硬着头皮说，哎，那就喝吧。可能喝了2两吧，喝的很少，2两我感觉都不到，1两最多1两。我酒量还行啊，我酒量挺好的。临时配音就是他剪完了之后我们就配音呀。
他不是一次性把所有的都剪出来，他每周会去剪这周要播放的那一集，然后他剪完了我们就配音。我抽到黄泉了，我黄泉现在0+1啊，0命啊，然后加一个专武，现在就暴击有点低。我酒量没你好，你要是不收我钱的话，我酒量说不定会比你好。花钱喝酒的话，那我酒量肯定没你好。腿腿请我喝酒好吗？哎，腿腿他们说百里这周特别忙吗？他们说百里这周打算不更新小茉莉，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怎么老喜欢打听我们的酬劳呢？这是商业机密好吗？你们想要问的话就去问百里吧。当老板的都比较忙啊。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欢迎大家可以加一下主播的粉丝团，帮我点一下赞，谢谢。哈哈。谢谢哈秋送的粉丝团灯牌。哎，我靠，蚊子又开始咬了。哪里的帅哥？我在深圳，可以点个关注吗？哎呀，这蚊子咬得我好烦啊！我其实感觉我最近好像胖了一点儿。我刚才本来想说换一件衬衫直播的，然后我发现那件衬衫我穿的有点紧绷，我是不是又胖回去了呀？明天准备去游泳，明天一定要去游泳。是啊，我把昨天晚上下播之前放了那几首歌再播一遍，因为我还挺喜欢听的，稍微复古一下。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是不是这个点播抖音不会给什么流量？我昨天晚上也是到了11点半，11点多的时候，然后那个才给了流量。讲故事吗？哎，现在讲故事应该
人多一点再讲吧。晚上好啊，阿巴斯田。呀，这不是那谁？那谁啊？你想说那谁？你想说这不是那谁啊？小茉莉。我在小茉莉里面叫什么呢？刷到明星了，没有这么夸张吧？我不是明星啊。主播你好，想问一个问题可以吗？点个关注就可以问。如果问题太过刁钻的话，可能要上个灯牌才可以回答。胡子好迷人啊！谢谢夏天的关注。很红也不见你关注呀，可以点个关注吗？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希望大家能给主播点个关注，加一下主播的粉丝团。谢谢迪士尼在逃公主的入团卡跟粉丝团灯牌，谢谢苏荷的入团卡。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苏荷的粉丝团灯牌。主播，你相信光吗？如果可以，那放首奇迹再现吧。主播相信光，但是主播更希望你能给主播点个关注。今天看起来好幼，什么幼啊？谢谢光绪图图的关注哦。什么好幼啊？好幼是什么东西啊？好的，等会儿播放。少年感的意思啊！我已经不是少年了，我已经快40岁了。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吃了虾，吃完我看还是你先吃吧。
的有效期也是非常的长，到6月20号，对，提前3天。谢谢卡库奇的关注，谢谢大风送的粉丝端灯牌。明天游泳的话，直播停。我游泳不停直播啊，我游泳一般都是8、9、7、8点去游。我游泳的时间都蛮早的。狸猫哥哥好帅，大风哥哥也很帅。不会游泳，学不会。游泳就是我觉得就是要多喝水吧，然后多呛几次水，多喝几口水，多扑腾2下就学会了。这个东西就是一方面是看天分吧，一方面是看运气。我觉得对，就是自己学就行了，巨简单。就像这个大童子说的，可以试着学一下。哎，你们怎么光聊天不得关注啊？空白格、阿巴斯田还有大童子可以点一下关注吗？我刚才说我要干嘛来着？我在看抖音的那个直播间，好像深圳航空又在直播，我看一下他们是不是又有团购可以上了。哎，这个男主播还挺帅的，给你们看一下，就深圳航空的这个男主播，看不清是吧？还蛮帅的，我觉得。看一下有什么产品可以抢。199块钱的经济舱次卡，299、399、599、699的次卡，799、466的舒适经济舱，566的舒适经济舱，766的舒适经济舱。谢谢阿巴斯田的关注。哎，不是看男人了，也是看一下这个。我靠，涨价涨得好多啊！是叫清源还是疏源啊？这个我看不清，因为我在电脑上，我的这个分辨率有点高，这字体好小，我看一下。谢谢用户什么什么什么908的关注。哦，疏源是吗？我电脑上我还以为那个字是清呢。哎，刚才那个人说想听什么来着？我看一下。叫什么啊？找不到那首歌了。谢谢阿巴斯田送的大啤酒，谢谢哇哦的粉丝团灯牌，谢谢四大星辰的粉丝团灯牌。奇迹在线，好，等会儿我播一下。
谢谢 CYLAU 的大啤酒跟小心心。我的酒量如何？我酒量还行吧，白酒能喝将近1斤的样子。我没有试过我的底线啊，因为我也不会喝太多。但是我喝完1斤之后，至少还可以一个人回家。喜欢你的脚丫，喜欢我的脚丫干嘛？为什么要喜欢我的脚丫？我不练脚。Tears for another day。哎，人好像多起来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在看，但是你们不说话？我看一下都有谁在线。有没有我认识的在线？感觉今天晚上在线的人好像都不是很喜欢说话，就挂着看嘛。看什么？也不是说认识的人，也不是说熟人才能聊起来。就是我想说，为什么也有将近30个人在看，但是都没人说话呢？不知道聊什么，聊什么都可以，是不是？只有剧播了，更新了剧，然后你们才会有想聊的东西。挂着做作业，你也是学生哦？对，我想起来了，你也是学生。谢谢熊出没的点赞。角色是高冷，但是我本人其实没有很高冷的。其实我觉得最舒服的直播方式就是我打游戏，我直播打游戏，然后奇迹在线，我看一下奇迹在线是什么歌。就如果太难听的话，我也不想播。奇迹在线。因为所有你的话我都懂，常有始无终。奥特曼的主题曲。我说最怕会下雨的微风，你说你也是一样的。我们笑着看天空。奥特曼的主题曲是什么鬼？我试一下吧。我1000人在听这首歌。中文版的吗？奥特曼主题曲不应该是日文版的吗？就像阳光穿过黑夜，黎明悄悄划过天边，谁的身体
穿梭轮回间，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我的童年是什么？艾斯奥特曼、泰罗奥特曼、赛文奥特曼。我会来到你身边，微笑面对危险，梦想成真不会遥远，鼓起勇气，坚定向前，奇迹一定会出现。就像阳光穿过黑夜，黎明悄悄划过天边，谁的身体穿梭轮回间，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幸福的已经出现，怎么能够停止不前？穿越时空，竭尽全力，我会来到你身边。微笑面对危险，梦想成真不会遥远，鼓起勇气，坚定向前。我想一想，我以前小时候听的动漫主题曲。我有一首非常古早的歌曲，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等会儿等这个播完了，我给你们播一下，你们看一下你们听过没有啊？我觉得这个光绪图好像挺二次元的，还把歌词都打出来了，是吗？这个声音有大一点吗？一定会出现，新的风暴已经出现，怎么能够停止不前？现在音乐声音大吗？我会来到你身边，微笑面对危险。因为我不知道现在的声音怎么样。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没有关注主播可以点个关注，如果关注了主播可以加一下主播的粉丝团，然后我会努力直播。让我换一首歌吧。听过这个歌吗？还蛮喜欢的。所以没有人听过这首歌吗？終わりがなくて見つけられなくて迷ったりしたけれど傷ついたこと失ったものいつかは輝きに変えて後悔に決して泣けない翼がきっとあるから君とならどこでも行く気がする夢の国を探す君の名を誰もが心に刻むまで悲しみ乗り越えた微笑みに君を信じて生きてすか
おじいちゃん生きてゆけないってあの時教えてくれた近くにあっても気づかずに代沟来了吗？那我还有一个更久远的歌曲。この空の果てに何が待っていてもきっと大丈夫その瞳に罪が感じてるから夢の国を探す君の名を誰もが心に刻むまで偶然じゃない運命の中で君の奇跡を信じてる夢の楽園を探しながら走る君を見つめていたい踊り高くて彼を知らない君を信じて生きてすか那我换一首歌。这个有人听过吗？強い顔先に乾いた風激しく吹き荒れても啊，你们都很年轻啊！捉えたなら这个歌应该有30年了吧？思いへ羨むこのパワーと希望が許せないわどんな愛だってもひるまないでなんとなびかせるのあるこしたいこれもしたい女の子に見えたって油断したら地獄行きよ構わさせないから有人知道这个歌是哪部动漫的主题曲吗？啊，罗生，看来这个叫罗生的应该知道是吗？是的，秀的舞蹈室。啊，真的是很古90年代的动画片。还有啊，但是就可能听过的人会比较多了吧。放一首比较近代的，这个应该都听过吧？这个前奏一听就很熟悉吧？这首歌你没听过吗？有听过的人可以给他说一下这是什么歌吗？哔哩哔哩是什么鬼？
是某科学的超电磁炮。多放点二次元的歌，人都躲起来了，是吗？现在声音有好一点吗？猜中了。我去上个厕所。もしも君に巡り会えたら二度と君の手を離さない春の終わり告げる花見と霞む花ひとひらよみがえる思い出の歌この胸に今も優しく Time after time 君と出会った奇跡緩やかな風吹く街でそっと手をつなぎ歩いた坂道今も忘れない約束谢谢哈皮的关注，还有这个空白一长串空白的关注，谢谢组合的小心心啊，这首歌也不知道。またこの場所で巡り合おう薄紅色の季節が看到小茉莉你的表演了，喜欢吗？海丽，你满意吗？Time after time 一人花舞う
知らざる時は戻らない谢谢，每次我都不知道你名字该怎么念。MARBL， 我们ひらり舞っていた谢谢符合的一直好看。谢谢发皮，花びらがみんなもなでるように大切に思うほど切なく人は皆孤独と言うけれど探さずにはいられない誰かを儚く壊れやすいものばかり你是第300个粉丝啊？我只有300个粉丝吗？应该不是吧？你说的第300个粉丝是出会えたらもう約束はいらない誰よりもずっと傷つきやすい君のそばにいたい今度はきっと我点了蚊香，然后等会儿就好了吧？应该听不见我说话是吗？那我把音乐关了吧。我还是用音箱投放音乐吧。拍小茉莉挺辛苦的，经常拍到半夜，然后转让酒吧呢，就是因为不能讲一讲就剧透了。哦，粉丝团的第300个成员，粉丝团的成员数怎么看啊？哦，有提示，我看到了，恭喜哈皮成为粉丝团第300名成员。是的，是的，是的。看到了 ，sorry。为什么转让酒吧不能讲哎？因为一讲就剧透了。我有吻戏啊，你是不是没有看最新一集？我在第8集里面不是有接吻吗？我在第8集里面有接吻哎，你们没有看到吗？我看一下弹幕啊。拍摄是在工作之余进行的，有的时候也会翘班去拍，因为我工作比较自由。还有啥歌？晚点再播吧。感觉我可以等到快下播的时候，把我想分享给你们的歌播一下。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欢迎新进。在 B 站搜索小茉莉就可以看到了。B 站搜索小茉莉，我现在说话你们听得清楚吗？音乐声音会不会太大？小茉莉的有趣花絮啊，
我想想，小茉莉的有趣花絮。我好像没什么印象了，就是那个卡爷，就是那个王志远和于小鱼，我就念的是剧里面的角色，他们两个人有一场激情戏。但是呢，这场激情戏是被剪掉了，没有播出来。然后拍这场戏的时候呢，就是他们两个人在非常激烈的舌吻，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围在旁边看，然后就是结果他们亲的太热情了。看着看着，我们就反正我是不好意思看了，然后我就是在百里的卧室拍的嘛，然后呢就是亲的，就是真的有点太色情了，然后我就有点看不下去，不好意思看，我就走出来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另外一个人也走出来了，说他们亲的太投入了，因为一遍过不了嘛，要拍好几遍，就是会有不同的机位。然后所以就让他们拍了几次，然后这太色情了，看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接吻反而还就是我说单纯从画面上面来看的话，有的时候接吻其实是比那个更色情的事情，就是从观感上面来看哈。他们指的是剧里面王志远和于小鱼，我觉得那一段如果播出来的话，应该也会就是反响也会挺大的。对，冷小冷他们。震撼也说不上吧。其实我也拍了一段激情的，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被他剪掉。我感觉啊，我拍的那一段 B 站应该是播不了的。以 B 站审核的那个机制，我觉得可能过不了审。打上表情就没事，哎，谁知道呢？到时候再看吧。看他会不会剪掉。我没有用手机去拍一些拍戏时候的花絮，不然的话还可以播一些花絮给你们看。卡爷是有拍一些花絮，但是我没有怎么拍。We both know I couldn't change you. I guess you could say the same. Can't rearrange truth. I've never seen someone lie like you do. 对，他自己是用手机拍了的，但是，我没有，所以你可以让卡爷播给你看一下。Now we play our separate scenes. Now she's in my bed, laying on your chest. Now I'm in my head, wondering how it ends. I'm getting fast and say I'm sorry. Now you got me feeling sorry. I showed you all my demons all my lies. Let you play me like a Atari. Now it's like I'm looking in a mirror. Hope you feel alright when you're in her. I found a good boy and he's on my side. You're just my eternal sunshine, so true. So I try to whip my mind, just so
有一些有3-4个人配音不是自己的声音，是请的配音演员配的，所以我看一下，小嫖客不是自己配的，天天不是自己配的，萌萌 K 也不是自己配的，然后曹叔叔也不是自己配的。谢谢浮生须臾送的粉丝团灯牌啊！啊，他直播了，看到录屏了是吗？那便宜你们了，我觉得还蛮好看的那一段。Hello 啊 ，Hello， 晚上好。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我觉得我没啥事儿干了，我想，要不然我直播打游戏吧，不知道聊什么了。那一段还好，那一段没有很激情。对，我觉得我直播好像有点无聊，今天晚上没有什么话题。直播一下打游戏吧。青山给我刷点礼物吧，给你布置点任务行吗？把你这个月的工资全都用来给我刷礼物可以吗，青山？吸氧气，好像是对，好像是有这个梗，说他好像在吸氧气，才刚来广州呢，那就先欠着吧，欠我1个月的工资。怎么办？我黄泉的暴击率和暴击伤害都有点低啊。想赌一下这个暴击率。5.8，现在的是多少？8.7算了。谢谢青山送的你最好看和人气票。不懂这个游戏，有看到一个人执着的非要抽6个，我也做过这种事情，就执着的要把它抽到满命，但我只有一个角色是抽到了满命。我靠，暴击率就一点不加呗，真他妈恶心。总感觉暴击有点低啊。哇，
可以，可以，替换一下。哎呀，暴击率又低了，怎么办？黄圈抽满了，那恭喜你哦，黄圈抽满了，谢谢 Soul 送的入团卡跟粉丝团灯牌。怎么办？现在暴击率这么低。我觉得我要去合成一下。看不到面板啊，你看一下喽。暴击率只有43%，有点低。我分解一下先。哎，我是要合成绳子吗？哦，对，合成绳子。这个是星穹铁道，星穹铁道。我先不定向吧。又是防御力。老是合成这种垃圾啊！定向一个试试。暴击伤害，能给个暴击率吗？哎，给了个暴击率，好，试一下。赌博了，赌博了，赌博了，赌一下石头。用这个吧。暴击，给点暴击。哎，还可以啊，9%。替换一下。52%的暴击率现在是。哎，人都掉光了。球雷属性暴击伤害7高。唉，全都是垃圾。我就想说，我暴击太低了，我就试一下呗。算了，不试了，全都是垃圾。哎，没关系了，资源反正以后还会有的。
It's like don't to me, but I can't ignore why. I keep on trying. Let's get intertwined. The stars they align. The boy is mine. Watch me take my time. I can't believe my mind. The boy is divine.可以补一下。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啊！主播今天晚上非常无聊，不知道聊什么，所以就直播一会儿打游戏，然后我不知道我可以干嘛。委托一下吧，哎，委托不了是吧？播户外也不是不行，户外能干嘛？对，现在人好少啊，然后游戏也没什么好玩的了。这个是星穹铁道米哈游的游戏，算了，下了吧。喜欢什么类型啊？对，我也玩崩铁，玩宽带，宽带其实我都可以。宽带不是 WiFi 的意思，宽带就是我喜欢的类型范围还蛮宽的，就是各种类型吧，各种类型都可以啊。就是熊猴肺我都可以看，不怎么看身材。We can't be friends, but I got you just breathe.
eaten. You cling to your papers and pens. Wait until you like me again. Wait for your love, my love. I'll wait for your love. Me and my truth, we sit in silence. 看缘分， Baby girl, it's just me 不知道怎么说。 'Cause I don't wanna argue, but I don't wanna fight. My tongue, yeah, I think I'd rather die. You got me misunderstood, but at least I look this good. We can't be friends. I would like to just be eaten. You cling to your papers and pens. Wait until you like me again. Wait for your love, my love. I'll wait for your love. I'll wait for your love, my love. I'll wait for your love. I know that you made me. I don't like how you paint me. I'm still here hanging. Know what you made me. It's something like a daydream, but I feel so seen in the night. Something new that's 好像今天晚上没有什么直播的氛围。我看一下，还有，我看一下。 哦，我想去玩游戏了，然后有点不想。没有，我在看那个微信公众号的文章，感觉今天晚上不想聊天。没有什么直播的，可能前几天直播的太频繁了，然后今天就不怎么想直播。 感觉天天直播也挺累的，要想内容，要想直播的内容。没有直播的话就，没有内容的话就，只能空挂着，也不知道干嘛。就以前看别人直播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把直播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好吧，那我打会儿游戏咯，我打会儿《守望先锋》，希望你们算了，《守望先锋》我的网络不好，打一打就掉线。那就这么挂着吧，有一搭跟你们搭，有一搭没一搭的跟你们聊着。 rearrange my memories. I try to rewrite my life, but no matter how I try to, and no matter how I want to, and no matter how easy things could be if I did, and no matter how guilty I still feel seeing you. How much I hated you. 粉丝送看到浮生须臾送的一个点亮，谢谢你。一起圆，我的圆已经圆过了，我已经圆过神了。我刚才上线把我的任务清了一下，我玩原神的，然后有点困。谢谢超爱百里屠夫送的加油呀，谢谢你的鼓励。谢谢你们这么支持我，我还是跟你们聊点什么吧。没关系，不是打扰我，就是其实我不太喜欢那种高低菜，
其实我不太习惯这种单向的输出，就是聊天啊或者干嘛的。我比较喜欢有来有往的这种互动。如果是我单向的跟你们聊天，我就会觉得有点累，然后我要不停的讲，不停的讲。对，没什么能聊的。我在看微博，觉得微博上面好多名媛博主啊，他们身材怎么都那么好。They don't understand that I'll hold your hurt in the box here beside me. How could we know we'd rearrange all the songs? 想想好的互动方式，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互动方式。没有，倒没有比了，没有比。你们有想听什么故事的吗？我也可以给你们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故事。昨天晚上给你们讲了一下我的之前的某一段感情，但是我今天晚上不想继续聊感情了。我觉得感情的话题可以留到过几天再讲。然后你们有什么其他的想听的吗？关于我个人的、工作上的、生活上的或者家庭的，就是只要不是太隐私的东西，其实我都可以聊。哎，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怎么发现自己是通讯录的？是吗？就是胡子是天生的，胡子是天生的。谢谢防放送的粉丝团灯牌。哎，我觉得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怎么发现自己是通讯录的？其实我给别人讲过，就是在我高3毕业的那个暑假，因为我高考成绩不是特别好，小茉莉的演员里面有我的菜，我的 CP 就是我的菜，你可以去看一下第8集，我的 CP 上线了，我跟他有接吻。然后高3的那个暑假，我高考考的不是特别好嘛，我就决定，因为身边每年都会有人选择复读嘛，那其实我们那一届，我们班里面也有同学选择了复读，然后我也想说，那我也去复读一下吧，我就报了复读的名，然后去那个教室里面坐着，然后是第一天上课。就之前的老师就过来给我们说，哎呀，你们要怎么样，再熬1年。然后突然间就是你高考完了之后玩了2个月，然后突然间那种高3的压迫感就又来了。然后我就给我妈发信息，我就说，哎，我突然觉得好压抑，我不想复读了，我就还是报志愿去念大学吧。然后呢，就只复读了半天我就走了，被我妈骂了一顿。然后就又开始回到家里面去那个每天上网，然后玩游戏，就基本上我挺宅的，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就特别宅，然后就在家里面就接着上网，有一天就不知道怎么的刷百度，就那个时候就百度贴吧，你们知道吧？百度贴吧那个时候是还有 gay 吧的。我不知道我怎么就进去了，我忘记了，好久以前的事情了。我想想，多少年前，将近20年前的事情了。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就误入了百度的 gay 吧，就是突然间就像是打开了我的另一个世界的大门。我说哇，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就是看里面的文，就那个时候百度贴吧里面不仅有 gay 吧，还有。它不仅是可以发文字，它还是可以发图片。就那个时候的互联网其实是野蛮生长的。我那个时候我高中毕业是2006年，我是06年高中毕业的。就那个时候互联网可能在国内刚刚发展起来几年吧，不到，就可能也就5-6年的时间啊。我37了，
然后呢，所以说那个时候网上色情的内容还是挺多的，百度贴吧里面也有各种色情的内容，就是甚至是那种视频是没有，就是有图片啊，谢谢小熊三。然后呢，就看到了很多的图片，看到了很多的文字，就像着了魔一样，就是疯狂的浏览，就觉得哇，就当时的那种感觉，我只记得那种感觉，我不记得细节了，就是觉得非常的感兴趣。但是因为我是在家里面跟父母一起住嘛，然后不敢特别大张旗鼓的看，我就把那个网页关掉了。等我关掉了之后，我想再进去，我就找不到那个网页了。我也不知道我进的是一个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贴吧是个什么东西，因为我是不小心点到那个网站的。我就说，哎，我刚才进的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也不太。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浏览器好像也不支持去查看历史记录什么的，就没有这种操作，你知道吗？就那个真的是很古早的互联网时期。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搜什么样的关键词，我说这些人是什么群体呢？我想对，他们是同性恋。然后我就上那个百度搜索同性恋，也搜不出来。反正后面尝试了很多，对，真的是那种感觉，就是心痒难耐。就尝试搜了很多的关键词，然后终于又让我找到了那个贴吧的入口，就是 gay 吧的入口。点进去之后，其实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叫贴吧，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贴吧是个什么东西，但是我就把那个网址把它给保存下来了。等一下回个消息。把网址保存下来之后呢，我就开始接着浏览，就是你懂吗？就那种感觉，就像是大口的在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的那种感觉，就像是缺氧了很久，然后终于发现一片这种氧气乐园的感觉，然后就大口的呼吸着新鲜的氧气，就是真的就是这种感觉，就疯狂的摄取里面的所有的知识，就是那时候我不记得细节了，就是感觉就是哇，就是太感兴趣了。然后呢，但是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同性恋，也没有只是意识到自己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大概这种情况就维持了，可能我忘记了，可能不到1周吧。然后呢，我就也是在那1周的时间里面，我就明白了什么叫做贴吧是个什么东西。我就想说，就原来这是一个类似论坛的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你可以在下面，你可以发帖子，你可以回复别人的帖子，然后有不同的贴吧，就是我一边研究 gay 这个话题，然后一边去研究贴吧是个什么东西，然后从那之后就开始就每天会花很多的时间去泡贴吧。泡着呢，就会发现原来还有很多人在这个贴吧里面交友。我就在贴吧里面就是翻各种，就是他们会有一个，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 gay 吧里面好像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置顶的帖子，就是一个交友帖。就比方说他把就是专门有一个交友帖，你可以在这个帖子里面留言，你来自哪个城市，然后你希望交友，就是发一些这个那个时候是用 QQ 号嘛，就把你的 QQ 号留下来，然后说你哪个城市，然后想认识人。完了呢，我就因为我是那个时候我是在湖北的一个小城市嘛，我在湖北十堰市，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啊，在湖北十堰，我们那是算是一个3、4线的一个小城市。谢谢马小跳跟越吃越肥送的粉丝团灯牌啊，谢谢房房送的粉丝团灯牌。我就看到一个人，他说他也在十堰，然后他是我们那边一所医学院大学的大学生，然后呢就说表示想就是反正也留了他的 QQ 号，我就加了他的 QQ 号，然后我们就约了见面。但是我那个时候依然没有意识到，就是那个时候你完全不会感觉到说自己是在面基，自己是要，就是那时候完全没有这种概念，你都不知道自己是个 gay。然后呢，我就坐车去找他，就可能坐车大概20-30分钟吧，去他们学校门口，然后跟他可能吃了个饭吧。然后呢，晚上我们也不知道去哪儿，就说那要不然去网吧打游戏吧。
然后我们就去他学校对面马路对面的一个网吧玩了网吧，然后玩了一个通宵，差不多是到早上6、7点、7、8点吧。然后我们就结束了嘛。结束了之后呢，就包夜时间结束了，他就说要不要去他寝室。他说他同学他说他室友应该都去上课了。然后他跟我说他给老师请了假，然后我就说好呀，我就跟他回了他的寝室。然后当然就在寝室里发生了很多不可描述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应该算是真正把我带入 gay 圈的一个，不能叫领路人吧，就是带我进入 gay 圈的，带我进入这个圈子的一个人，让我确定了自己是 gay 的一个身份，然后让我知道自己喜欢男的，然后也知道就是跟男的亲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我在认识他之前，我也没有跟女生谈过恋爱，就是到高3吧，然后没有跟女生谈过恋爱的那种，所以也没有接触过任何的异性嘛，然后也没有过任何的性行为，就是在高3那个暑假之前。然后呢，那天去了他寝室之后，我才知道，哇，原来接吻是要伸舌头的，就是这种很细节的事情，你知道吗？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很细节的事情啊，直播间里就不能讲了。然后我就，我不是，就是我刚才不是说那个，就是我也领到我选择没有复读嘛，然后我就领了大学的通知书，然后我就念大学了。然后我大学呢在武汉，就等于说跟他不在一个城市了。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就特别的喜欢他，就每天脑子里都是他，然后就疯狂的。你现在问我他的吻技好吗？我的印象肯定是好的，因为就是完全是他在主导，就是舌头要怎么样啊，就是我整个人就是一个懵逼的状态嘛。然后呢，我就去了武汉，那个时候就是每天就给他发短信。然后渐渐的，我就发现他开始有意无意的躲我了。然后直到有一天，他彻底跟我说，他说不希望再跟我联系了，然后怎么样。然后我大概为此难过了，可能有1、2个月吧，我不记得了。然后就是我对这个人的印象特别的深。我现在想起来就我现在都还记得他的名字，我已经不记得他的样子了，但是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就他不是湖北本地人，他是外地人，只是在我们那里去我们那里念书，念一个医学院的一个本科嘛。然后这个人我大概影响，其实对我的影响还挺大的。赞哥那会儿的自拍有吗？大概长相类型就是个猴子，但是具体的样子我已经忘记了，我没有留他的照片，他的 QQ 也把我拉黑了。我念大学时候的照片，我找一下吧，我不确定有啊。好像是在我的 QQ 空间里面。变化大不大？我 QQ 空间里面是有，我得找一下。我的 QQ 都800年不登录的。我找一下我的 QQ 空间，然后我的相册。It's time for you to get real about life and sort out who you really are. 要不然别看了吧，好丑啊！我大学时候的照片，这个坐在最前面的这个，我好像这个聚焦看不清吧。最前面的这个就是坐在船最前面最靠近镜头的这个是我，可能看不太清啊。
这是你看日期是看不清，2006年的12月9号。天哪！那个时候可能也就70多公斤吧，不到75，140多斤吧。然后呢，我想想，刚才说到哪儿了？对，就是跟他就失联了。失联了之后呢，但是我那个时候所有的心思就是每天就开始疯狂的泡百度给吧，就那个时候可能也会有聊天室啊什么的，但是大家最主要的一个社交的平台就是非常非常失落，就是大家的主要社交平台就是百度贴吧，然后在百度贴吧里面有交友的，有搞什么家族的，乱七八糟的吧。但是渐渐的，可能那个时候是06年嘛，然后随着我到了大3、大4、09年、10年的时候，贴吧就开始比较严管这些东西了。谢谢大帅哥185大帅哥送的粉丝团灯牌，谢谢 DG 送的小星星，谢谢云淡风轻送的入团卡。就开始管了，后面就贴吧就是越来越严，就包括到2010年后期，就是之后，就是这些贴吧就开始消失不见了嘛。但是在我念大学那会儿，还是那个什么，包括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男朋友，2007年的暑假，我回家，放暑假回家嘛。然后呢，我就也是在贴吧上面，他们建了一个什么 QQ 群，大概就是湖北武汉的，就是这么一个同性恋的一个交友群嘛的一个 QQ 群，然后我就加了那个群，我就在那个群里面认识了我后来的第一任男朋友，而且我那个男朋友，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有没有成年啊？我想一想。他是92年的，我是87年的，我大他5岁。我2017年的时候是20岁。我不是他是90年的还是91年的？他是91年的，好像是。我大他4岁。对，我20岁的时候，他16岁还是17岁，我不记得了。反正我认识他没多久，他就成年了嘛。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在上高2。应该是16岁吧，对，我大他4岁。然后呢，就认识了我的那个人，但是我当时在暑假嘛，我没有在武汉，他是武汉人，在武汉念高中，认识了他，然后就加 QQ， 然后就每天就聊天，哇，那个时候真的是，你懂初恋的感觉吗？就是每天跟他聊天，然后聊到半夜，然后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是跟他聊天，就是特别喜欢他。等我开学了之后，我去武汉就去报到，那天第一件事情就是从火车站下了火车，就是去找他，然后我们2个人约在了一个汉阳的一个地方。你们有武汉人吗？评论区就是在线的观众，就是里面有武汉的吗？我那个时候是坐那个火车到武昌，然后他家住在汉阳，我们就约在武昌跟汉阳中间的一个地方，然后就见面。然后我下了公交车，那时候武汉没有地铁，我就下了公交车，然后他在公交车站等我，然后我们2个人就是见面。但是其实在见面之前，我们就是看照片啊、视频啊，已经知道对方什么样子了。然后那时候也没有所谓的什么照片，就是骗子的骗，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照片这种东西，就是见了面，然后就是好喜欢啊，就他也特别喜欢我，我也特别喜欢他，然后我们2个人就在一起了呢。但是其实我大学我的学校离他家非常非常非常远，那个时候坐公交可能要坐2个小时才能到。我大学是在武汉的武昌，在光谷，然后呢，他家是在汉阳的十里铺，就是快到王家湾那边了，
距离嘛，就是反正过去的话要转2-3趟公交车才能到。然后呢，我们的见面就非常不方便，你知道吧？就是我见了面之后，去找了他之后呢，我可能回来还要再坐2个小时的公交车回去。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因为他当时开完学嘛，我开完学上大2，他开学上高3，然后呢，他学习其实很差的嘛，我们就想了个借口，就是说那个你去跟你妈说你要找个家教，然后呢说这个家教就是武汉的，在武汉念书的大学生，然后今年大2，也是刚经历过高考，可以给他辅导功课，所以就找了这样的一个借口，然后就说大学生兼职也不是很贵嘛，就是1个月只收100块钱，然后呢他妈就觉得很划算，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去他家给他念当家教嘛，差不多就是这样的生活，就每天所以我那段时间就是每天下了课，然后坐1个多小时2个小时的公交去找他。有的时候我下课比较早，比方说下午3-4节没有课的话，我可能4-5点钟就可以出门了，然后去他学校接他放学，然后在学校门口的小吃街里面买吃的呀，跟他逛一下呀。那个时候就是学生都很穷嘛，我也很穷，然后就回到他家，但是其实是真的有在给他辅导功课，就包括给他讲题呀，然后我们还会因为给他补课的事情跟他吵架，然后就是我跟他妈一起就是骂他，就也不是骂他，就是批评他说学习不认真啊什么的，他妈还挺喜欢我的。然后晚上呢就是我跟他睡，然后他妈自己睡，他爸就是常年在外出差嘛，所以他妈就睡那个他们家的那个单人床，然后我跟他呢就睡大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07年吧，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好像《色戒》上映，就是汤唯和梁朝伟拍的那个《色戒》，然后呢他当时就很想看，他就让我回学校之后想办法帮他弄到《色戒》的那个资源，然后我还记得这样的一些细节。后来有一次跟他出去逛街吧，然后他就带我去吃披萨，然后那个披萨我还记得那个披萨店的名字叫麦圈先生，然后我之前还用麦圈先生这个名字当做那个我的网名，用了很久，大概用了有好几年吧，就包括跟他分手之后也还在用这个当网名，然后包括我们当时去那家店吃饭的那个小票，就账单，我可能都留了有好多年，留了有4-5年吧，我忘记了，可能到我离开武汉的时候，然后那个票就被我弄不见了。但是我跟他其实没有在一起很久，我跟他是8-9月份时候在一起的，然后第2年的4月份我跟他就分了，就是半年多的时间吧。但是那半年多的时间基本上除了过年以外除了寒暑假基本上每天都在一起。然后我跟他分手我也是挺难过的，当然就是他就是反正都挺难过的嘛。然后呢就后面就一直跟他分手之后，一直到我大学毕业那2年多的时间里面都没有再谈过恋爱了，然后就是大学毕业之后有在新的感情是我因为赌气跟他提的分手，但是我提完之后我就后悔了，我只是为了跟他赌气，结果他就很坚决的答应，并且坚决不同意复合。然后呢我就反正挺难受，因为那段时间我也挺狼狈的，然后我大概花了2-3个月的时间去接受这件事情吧。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找，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的那个时间，包括一直到我跟他分手，他都没有成年嘛，可能刚成年，就我跟他分手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才17岁，所以一直到现在他在我的印象里面他都是一个年纪很小的小孩。因为你知道虽然我跟他只差了4-5岁，
但是差了4、5岁，但是我在我20、21岁年纪的时候，他才只有16、17岁，就那个阶段，16岁的人跟20岁的人虽然只差了4岁，但是他的心智还有他的思维，其实差距是非常大的。因为在那几年青少年的那种时期，人每长1岁，他的那个成长都是非常大的，就跟一个人你可能觉得34跟30岁的人差距不是很大，但16岁跟20岁的人那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导致一直到现在到此时此刻为止，在我心里面他始终还是那个小孩，就是一个高中生的一个形象，就是一直到现在他在我心里的形象就是一个高中生。其实他现在也30，我看一下，我37，他现在也32、3岁了。就是现在，其实我们两个人的心智已经很接近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就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小孩。对，他的3观没成型，但是我已经进入社会，就是大学也算是一种社会了。后面就是到了，我是2008年的4月份，就清明节前夕跟他分的。分了之后呢，大概到了2008年的10月份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我也认识他同学嘛，然后我们还出来玩什么的，所以大概花了半年之后，我就接受我跟他分手这件事情了。然后，反正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去消化了。后面跟他偶尔也会见面，但是就是已经完全没有什么感情和感觉了，就是普通朋友。也没有说是要变成一个多么特殊的人，就也没有，因为我差不多用半年的时间已经消化完了。那会儿还是好好学习吧，大学有的是。对，所以就是，但是我跟他分手之后嘛，我是大二下学期跟他分手的。分手之后呢，我也就没谈恋爱了，我就那个时候开始疯狂的社交。就那个时候不是很流行什么同性恋的 QQ 群嘛，那个时候我就加了很多的 QQ 群。然后那时候武汉有一个很大的，就是我记得那段时间刚好是08、09年那段，08年那段时间，武汉开始就是腾讯把 QQ 群的人数上限从100人改成200人，从200人改成500人，就是你如果是超级会员的话，你是可以开一个500人的会员群。后来就是我就加了一个500人的一个超级群啊，我不知道就是现在你们应该不知道，你们都不是武汉的，加了那个群之后呢，就是以各种社交成为我的就是生活的重心啊，出来唱歌啊，然后出来喝酒啊，那时候去酒吧去的还比较少，主要是出来唱歌，然后各种聚会啊，什么玩游戏什么的，然后一直到我大学毕业，我都没有再谈过恋爱了。我没有谈过女朋友，就反正，我想一想，我08年跟他分了之后，然后我就再一次谈恋爱，认真的谈恋爱啊，差不多就是2016年才开始谈恋爱了。就是我2010年毕业了之后，在武汉工作了2年，那2年我也是没有谈恋爱的。谢谢小鹿送的粉丝灯牌。那2年就是各种工作，然后出差。后面有过喜欢，当然有了，当然有喜欢的男孩了。然后12年我就来了深圳，就毕业了2年之后，然后12年我就来了深圳。来了深圳之后，我也是快速的、很短的时间内就找到了认识了一群朋友，然后跟那群朋友也是每天，那个时候觉得自己不需要谈恋爱，完全不需要谈恋爱，就觉得自己天天跟这群朋友一起唱歌、喝酒、打麻将。就我们那时候最疯狂的，一个礼拜可以打4次麻将，唱2次歌，就是这么夸张。因为我们那些人住的也比较近嘛。我们都住在南山，那个时候还没有遇见图图，那是很早。我说我刚来深圳那几年吧，然后一直到2015年的年底，我就认识了一个人，就算是我人生当中第2个认真谈的，就我所谓的认真谈，就是超过1年啊，或者至少超过半年啊的第二任是一个东北人，然后这个东北人还
非常好的一个人。就我不是在给他发好人卡啊，就是他的性格、他的三观、他的人品，就是都是没话说的那种，就是太暖了，超级暖的一个暖男，对我就是超级无敌好。所以我觉得人都是挺贱的，就是如果别人对你太好了，然后对你就是很喜欢你，然后又对你好的时候，你就会很不珍惜这个人。反正我自己是这样子的，他会主动的去张罗很多事情，比方说他会去上淘宝去买香港迪士尼的门票，然后研究怎么玩，然后他买之前不跟我说，买好了之后跟我说我买了2张迪士尼的门票，我们那个过完春节人少了，我们一起去吧。然后呢，他也会我跟他也会有一些共同的话题，比方说一起去研究一些欧美的音乐啊，然后研究一些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比方说我们2个人都很喜欢听蔡依林的歌，反正就是有挺多话题的。但是呢，我就始终对他提不起那种很深的兴趣，因为我就觉得这个人他对我特别好，然后他太喜欢我了，然后我就开始有一点不把他当回事儿，所以后面慢慢的，就是我是2015年12月份认识他的嘛，慢慢的到了第2年的7、8月份的时候，其实我就感觉自己没有那么喜欢他了，没有那么喜欢他的表现，就表现在可能对他也没有什么那方面的欲望，然后也不会经常跟他见面，然后就是差不多这种感觉吧。然后后面到了12月份的时候，就是到了2016年底，就跟他在一起整整1年的时候，然后我就出轨了。对，就虽然我现在在笑，但是我内心是很痛苦的。然后就是应该是精神上出轨啊，就是我喜欢上了另外一个人，而且那个人也是东北的，但是他人就在东北。我是跟他打游戏认识的，在一个游戏群里面认识他的。然后我们那个游戏群有一次聚会，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就见到他真人了。见到他真人，我就特别喜欢他。然后回来之后呢，就跟我身边的这个男朋友就分手了。然后呢，但是我跟那个游戏群里面的那个东北的那个人，我跟他也没有怎么样，也没有什么后续，就只是我单纯的单相思而已。只是我喜欢上了另外一个人，但是我也没有跟那个人在一起。然后后来就跟他分了。分了之后，我就觉得他肯定很受伤嘛。就其实我真的非常特别对不起他。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我觉得我再也没有遇到过像他那样对我那么好的人了，就是不计回报，也不计较付出多少的那种对你好，就是所以我对他印象会特别深刻。然后我跟他就把我删了嘛，把我微信删了之后，我们2个人就1年没有联系。然后直到我从别的朋友那里听说他决定离开深圳了，要去成都了，然后可能过不了多久就要去成都了。我就有一次在外面逛街的时候见到他了，那是我跟他分手之后1年多以来第一次见到他。但是我们2个人的目光很快就躲开了对方，就是对视了可能0.1秒钟，然后就没有看对方，然后就是招呼也没有打。后来过了没有多久，可能不到1个月吧，他就去成都了，然后在成都也定居了，买了房，然后谈了男朋友，就现在应该还挺稳定的吧。她跟她男朋友在一起应该也很多年了，就是就真的我现在脑子里面回想起来，他全都是他对我做的每一件特别温暖的事情，特别好的事情。对，当然后来啊，我跟他是15年底在一起，16年底分手，然后他应该是17年底或者18年初去的成都，
我在19年底的时候加回了他的微信。就19年底的时候，我当时跟我前任分手嘛，然后有一天呢，我就路过了他当时在深圳的，就是我说去成都的那个前男友哈，我路过了他在深圳之前住的地方，就是他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小区的楼特别显眼，是红色的，叫中银大厦。然后我就把那栋楼拍下来了，拍下来之后呢，我就发了一条微博艾特他，然后呢，他就回了我，回复了我微博的评论。就这样，我就又跟他没有想吃回头草，就是单纯的想起他来了，就是路过他住的地方，然后就想到他了，突然间很多回忆就涌上心头，但是没有想过要跟他复合什么的，只是单纯的回忆一下，然后我就发了一条微博艾特他，他就回复我评论了嘛，所以我就又开始跟他有联系了，有联系之后呢，就又加了微信，但是其实也没有怎么聊天，就是我给他点个赞，他给我点个赞，然后偶尔就是可能几个月才会聊一次天吧，就是真的，而且每次聊天就是打个招呼而已。可能我从19年加回他到现在都聊过不超过10句话吧，大部分就是在朋友圈互动啊，他拍了一些什么照片，我给他评论或者我给他点赞一下，就是有在默默的就是通过朋友圈去了解他的现状。所以我现在想到他，其实都是我对他的一些特别美好的回忆，就是他真的特别的照顾我，然后对我特别的好，所以我每次想到他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他。但是我觉得不能说所有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挺下贱的嘛，就是对你好的时候不珍惜失去了之后又开始怀念别人对你的好。当然我没有说，我现在已经就是跟他分手之后一直到现在我没有再喜欢过他，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他复合，只是说你很少会遇到一个人对你这么好。当然我觉得他对我的好可能是跟他的性格跟他的教养跟他的人品都有关系啊，那当然也跟他很喜欢我也有关系，就是这是一个综合的结果。所以你会觉得说他对我的这个好让我觉得很少见，我觉得我以后可能也会很难遇到。所以我其实每次在朋友圈看到他的发的一些状态，或者是他的朋友圈的一些动态，包括他微博的一些内容，我看到之后我就有的时候会在想，就是说他现在的生活其实跟几年前我算一下，8年前啊，真的8年前了，16年的时候，其实跟8年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他以前喜欢什么现在还是喜欢什么，以前喜欢摄影现在还是喜欢摄影，以前喜欢拍一些花花草草现在还是喜欢拍花花草草，然后以前他喜欢蔡依林他现在还是喜欢蔡依林，然后以前喜欢就是现在我看到的他跟我记忆当中的那个他完全就是一样，就是他从来没有变过，变的是我。就反正挺感触的吧。他不会再看我吧？他应该不会再看我。我跟他抖音都没有互关，我都不知道他抖音叫什么。对，我对他的事情记得很清楚的，但是其实他谈恋爱应该，我不知道他现在换没换男朋友，我没有跟他聊过他感情的事情，但是他现在应该是有男朋友的，我知道他是有男朋友的。我东北那个前任是偏零。我看一下你们在聊什么。你说我只是喜欢他对我的好，并不是喜欢他。我没有说喜欢他对我的好，我只是习惯了他对我好，然后当他对我好的时候，我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我也没有去特别留意，没有去特别注意这件事情。等我跟他分开之后，后面我又认识了别的人，我又经历了别的感情，然后我才想起来，哦，原来一个人对你好
不是没有条件的，也不是没有底线的，所以就是一些感慨吧。也不是有恃无恐，我没有那么嚣张。看到我跟图图就满足，我也不是被动吧，我觉得是我年纪大了，折腾不动。谈谈第三任，我昨天晚上其实聊了我跟我的第三任，就是我2018年，我不是说我2017年跟他分手嘛，然后我2018年就谈了我的第三任男朋友，然后在2019年跟他分了手之后，然后我就2020年开始出来玩，开始出来认识人，开始出来泡吧，开始出来拓展我的社交圈，然后在2020年8月份的时候和我的第三任又复合了。我说的这个第三任是我2018年谈的，2019年分的，然后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又复合了。对，我跟我的这一任2020年我们又复合了。但是我今天晚上不准备继续讲我跟他的故事，我觉得这个讲起来会讲很久哎。不要问太隐私的问题吧，太隐私的问题我觉得我不太想回答。虽然不喜欢，但是很怀念。对，也不是怀念吧，我没有怀念。怀念其实还是代表有一些眷恋，我没有怀念，我只是说这么多年7、8年过去之后，我再想到他，我对他所有的回忆都是美好的，都是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是愧疚的，我挺愧疚的，就是对不起我那个去了成都的那个前任。今天没有去游泳，今天我们部门聚餐了之后，因为我们部门前段时间有一些组织架构上的调整，我被并到了新的部门，所以今天晚上是跟新的部门吃饭，喝了一点白酒，然后虽然不影响，但是我就没有去游泳了。我其实虽然说现在疫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我觉得我最怀念的一些事情还是在疫情那3年，尤其是在头2年，20年和21年，其实是发生了很多事情。那2年其实是我非常怀念的，我所有的最近几年比较快乐的状态都是在20年和21年发生的，包括我换了一份工作我的收入变多了，然后我跟我第三任分手又复合，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2020年和2021年。包括我拓展我的社交圈，其实我对于疫情的前2年还是比较怀念的。然后2022年是非常黑暗的一年。我其实还挺怀念2020年和2021年的。好看的通讯录，感情都是丰富多彩的。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感情生活不能叫丰富多彩吧，就是如果你认真的去回味，或者你认真的去思考反思的话，其实看你用什么样的角度去提炼它，去概括它。
如果你很认真的去思考一下，其实我觉得把它分享出来都会是很有意思的。我从来不去否认我的每一段感情，我也不去否认我的任何一任，我觉得那个是不仅是对别人的否定，也是对我自己的否定。我也从来不跟我的前任撕逼，就刚才前面说的我在大学谈的那个，还有我在2016年谈的那个，后来去成都的那个人，我现在对他们所有的印象其实都是正面的，也不能叫美好吧，就是觉得是现在让我回想起来是非常温暖的。我不太理解有些人分手之后会反目成仇，会在网上互相挂对方，在朋友圈在网上挂对方，然后把所有的不美好的一面难堪的一面都发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体面的事情。我觉得可能年纪越大，人越需要活得体面，就是不要去否定自己的过去，也不要去否认自己过去的感情。败露人缘是一方面吧，我觉得这样做挺下头的。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分手就分手了呗，分手了就，如果你对你的前任有很大的怨气或者放不下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就自己消化就好了，不用讲出来，不用在公共场合，不用在朋友圈，不用在微博这种公共场合讲出来，也不要在微信群里面去讲，这个真的是我的一个很坚持的一件事情。你说我跟我前任有没有一些不堪的事情呢？肯定有，吵架呀，包括闹分手的一些细节啊都有，那每对情侣都有，但是我从来都不会把它分享出来，我觉得那样太不堪了。讲点有营养的，谢谢一滴海水的关注啊。讲点什么有营养的呢？什么东西算作有营养的呢？我觉得我刚才讲的故事还挺多的，挺那什么的吧，就是讲了一下我跟我第二任的这个一些，其实我跟我那个第二任就是刚才讲的，我跟他分手，我精神出轨，然后后面他去了成都之后，就是去了成都的这一任，然后我跟他在2016年的12月份或者2017年的1月份就不是分手了嘛，不是说我喜欢上了游戏群里面的另外一个人嘛。其实那段时间我过得挺浑浑噩噩的，就是你刚抛弃了一个很喜欢你的人，然后你为了另外一个其实真的就是网友，一起打游戏打守望先锋群里面的一个网友，你觉得他长得好看，然后你见过他之后，你就很喜欢他，被他迷得神魂颠倒。我那个时候真的感觉自己就是就像一个迷妹迷弟一样，你知道吗？就是用一种看偶像的心态去看待那个人，就是我说的是另外一个东北的一个网友，迷恋了他大概2-3个月吧，然后每天把自己搞得浑浑噩噩的。是圈里人，是 gay 啊。然后大概有那么2-3个月的时间吧，我觉得我那段时间其实过得挺狼狈的，就是每天我的情绪都会被那个人影响，他回我消息，他没回我消息，我今天跟他一起打游戏了，我没跟他一起打游戏，然后怎么样，其实对我就完全是会左右我一整天的心情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那一段时间是自己放弃了一个，不能叫天堂吧，就放弃了一个或者也可以说是天堂，就放弃了天堂，然后自己非要投身到地狱里面去，让自己受苦受难受折磨，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应得的吧。我后面在那2-3个月里面受的折磨，就当是我对不起我去成都那一任前任遭受的惩罚吧。真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一个就这种状态，就特别喜欢一个人，
然后每天像疯了一样给他主动的发消息，就可能我发个10条8条他都不回，就简单来总结就是像个舔狗一样。对，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舔狗。那是2017年啊，对，我那个时候还不到30岁，29岁。哇，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我那个时候是恋爱脑。对，我的下场也很惨。就我觉得当舔狗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吧。其实我身边现在也有朋友在给别人当舔狗啊，但是我不会去阻止他们，我会觉得说你一定要经历过，你才会，就是这种事情一定要自己当事人亲身经历，然后做出的决定，再做出一些决定。就靠你在旁边劝，给他分享自己的经验，给他分享自己踩过的坑、吃过的亏，是没有用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叫醒一个在梦里面的人，就是真的是叫不醒。他要当舔狗，你让他当就好了；他要受伤，你就看着他受伤就好了。就是这种事情没有办法阻拦别人，真的一定要舔一次，被伤一次，他才会欢迎悲与喜，我昨天的榜一大哥。就是我觉得一定要让他自己吃一次亏吧。但是你说现在我觉得我既不会恋爱脑，我也不会当舔狗了，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已经过了当舔狗的年纪了，然后也不太相信这种过于梦幻甜蜜唯美的事情。现在对我来说，感情就是一个生活里面的组成的一部分。男朋友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一段感情它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然后呢，这一部分不一定说需要多精彩、多温馨、多甜蜜，但是就是它有就好了。然后除了这一部分之外呢，我还有我的工作，我还有我的社交。其实我觉得对于现阶段的我来说，工作是最重要的。我那天看到了一张图啊，我觉得它完全写出了我的心声。我给你们念一下啊，就是一个博主他发的一篇文章，他说更新一篇中年通讯录的约会心得，然后他用5段话来分析了从00后到70后的每个年龄段人的看法。我觉得他分析的是非常非常符合我的想法跟看法。就首先他说，最近对00后弟弟逐渐失去兴趣，再美好的肉体如果没有社会化的大脑，也会觉得交流无趣，就像是带孩子。哇，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的太准了。就是你看到那些所谓的什么小鲜肉也好，什么男高中生也好，什么大钻石也好，什么体育生也好，就是年轻的肉体，就是确实是很诱人，但是你一想到他的那个脑子是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洗礼的，是谢谢贝与喜送的欢乐马戏团和变脸，谢谢我的榜一大哥我就觉得说，你想到他的那个大脑是不成熟的，甚至是没有经历过社会的，你就瞬间觉得这个这个肉体好像也没有多吸引你。就你跟他在一起，哪怕你们有一些激情，但是激情过后就变成了像在带孩子一样，真的像在带孩子一样，没有办法交流，完全没有办法交流。这个跟我本人和一些00后接触的感受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接下来是第二段是说75到85，就是75年出生到85年出生这一段的大哥们，虽然聊天交流属于高质量相处，可以获得一些有趣的信息，
但是容易被他们说教，爹味流露之后就不性感了。有一些大叔脸保养得很好，但是衣服脱了之后屁股松松的，也让人进退两难。就是这一段话也写到我心里去了。谢谢悲雨喜送的状元帽和捏捏小脸，我特别喜欢这个状元帽，我觉得它跟我圆圆的脸特别的搭配。谢谢悲雨喜，我的榜一大哥。就是这一段对于75年到85年，现在刚好应该是处于40到45岁这个阶段吧，39岁到45岁的这个阶段，他的这段描述跟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其实还是挺接近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人有深度、有思考，说话没有什么废话，都是经验之谈，然后阅历也足够去讲出一些这种能够给你一些参考的这种话吧，然后相处也都挺高质量的，就是不会去做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是确实也很容易被说教，就包括我觉得我自己现在我的这个年龄段，我去给一些比方说我谈的这个年龄比我小一点的对象，我对象他可能比我比方说小个10岁，我确实就很喜欢说教他，不管我说教的目的是为了他好还是说是什么样，但是确实就是年纪一上来之后就变得特别容易说教。然后呢，后面他说有些脸保养的很好，但是屁股松松的也让人没什么用，这个也非常非常非常符合我对这个年龄段的人的认知。不是说我自己啊，就是因为我确实也还没到40岁啊，就是40到45岁的人，就是有一些人确实就是这个脸保养的很好，但是他又不健身，然后衣服脱了之后呢，就确实那个挺松的，挺垮的，就跟我的亲身经历遇到过的这个年龄段的人是完全吻合的。所以我觉得他说的真的很贴切，谢谢百变小樱送的粉丝团灯牌。然后他第3段话，他说的是，还是觉得27到32岁这个年龄段的老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初步完成了社会化，心态年轻，肉体健壮，就像成熟且放软的猕猴桃，恰到好处。就谢谢超爱百里屠夫送的粉丝团灯牌啊，谢谢你的点亮。我觉得可能27到32岁吧，我觉得就是处于，就是同性恋来讲，就是处于一个比较轻熟的阶段。工作可能也有个3、4年的经验，或者是5、6年的工作经验了。谢谢一片漆黑送的入团卡啊。有一些社会经验了，然后可能健身啊，身材保持的也不错，还没有开始垮，还没有开始垂，然后也不像那些刚毕业的那种22、23岁的人那么幼稚，就确实是在这个年龄段，以我实际生活当中的社交来讲，我在这个年龄段遇到的人确实是质量相对比较高的，或者说我遇到的高质量的一些基佬基本上都分布在27到32这个年龄段，我觉得还是挺符合大众情况的啊。然后接下来第4段话就是32到40岁这个区间最难搞，主要是满足自我需求，与其说是活明白，不如说是懂算计，自私导向，也不会为别人做任何改变，风韵犹存，事业上升期，确实有拽的资本。然后他最后一句话是，倒霉的是我也在这个区间，我觉得我就跟这个博主本人是一模一样的。我觉得我自己真的非常难搞，从我过去这几年的恋情里面来看，就是我差不多也刚好是从32岁认识了我第3任男朋友，然后跟他一直纠缠谈，就反正谈了4、5年吧。就是我自己也是在这个期间认识他的，我觉得我跟他从我认识他到现在，我的这个阶段确实，包括他给我的一些反馈，也确实是说，我觉得我越来越自私，觉得我越来越自我，然后凡事都为自己考量，就是他也用了这个词，说我很爱算计，很爱计较，就完全是我现在此时此刻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就是我脑子里面，就像我刚才说的，感情对于我来说只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我生活当中更重要的，我觉得是我的工作，是我的事业。那就像这个博主说的，处在一个事业的上升期。那我其实也是在我看一下2020年我换了工作，就是在我33岁的时候换到了我现在的这份工作，然后我的收入也是不断的在涨，就是涨的还是挺快的，挺多的。我对我自己现在的工作也比较满意，我对我收入也很满意，就是确实是在一个事业的上升期。然后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是说你长得好看又怎么样，你粉丝多又怎么样？那对于同性恋这么一个虚荣的群体，你有钱吗？你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吗？尤其是在深圳啊，在深圳其实大家最引以为傲的资本就是我在大厂上班，我在大公司上班，比方说我在腾讯上班，我在字节上班，我在阿里上班，就是在深圳这个地方，我的感触尤其明显，就是大家会把自己的工作当成一个炫耀的资本，这个跟北方还不太一样。比方说在网上看到的一些段子，说山东人，比方说山东人啊，或者一些东北人很追求在体制内啊，在国企啊，或者是做公务员，但是在深圳不是，在深圳就是谁如果在互联网大厂上班，或者是在一些比较有名的大厂上班，就会觉得很拽，就是比较符合我现在的一个认知吧。确实你有拽的资本，但是倒霉的就是你自己也在这个区间。所以我现在对于跟我同龄的人，比方说我现在37岁，你要我去认识一些36、37岁的人，我会觉得我跟他完全没有办法交流。我们两个人就像是两块磁铁，大家的那个我是南极，他也是南极，我是北极，他也是北极，就完全是同性相斥，一点都没有办法做到相吸。就是大家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在深圳，同龄人跟同龄人之间是很难做朋友的，大家都一样的自私，一样的自我，一样的懂算计，就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他讲的太对了。然后他最后一段话，第5段话，至于22到26岁这个年龄段的弟弟，还是处于刘姥姥进大观园的阶段，要么就是灰头土脸的讨生活，情绪不稳定的居多，浑浑噩噩的也居多。不是个体问题，确实是社会现状。这个年龄段的人大家都不知道要干什么，就只能得过且过。那针对于这一类这个年龄段的弟弟呢，就只能当做花生米，吃一个算一个，嘴馋的时候可以吃一下。我觉得哇天哪，这完全就是在描述我的心态。我看这种22到26岁的这个阶段，22岁我看一下是02年，然后26岁大概是98年，就98年到02年的这个阶段，就包括我的就是我身边的一些认识的一些小朋友，差不多也是在这个年龄段，就是98年到02年，就95后嘛，甚至98后，真的就是这个状态，就工作也不稳定，情绪也不稳定，天天在朋友圈发疯。当然我没有说发疯不好啊，就是然后情绪不稳定，然后天天在抱怨，然后负面情绪很多，然后容易 emo， 然后呢可能毕业也有2-3年了，然后在深圳待着呢，工作也不稳定，然后天天失业，天天换工作，就是这种人可能。但是你说他跟那种00后的区别呢，可能他也经历过一些社会的洗礼了，他也知道一些，大概知道自己的方向，但是又没有想的那么清楚，所以就在一个浑浑噩噩的状态。真的就是跟我遇到的这些22岁到26岁的这个年龄段的人特别符合，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在这个年龄段里都是符合这种，大部分啊，当然也有那种极少数例外的情况，大部分都是特别符合的。所以我现在也觉得最好的一个就是，如果说你要是不管你是谈恋爱也好啊，就是如果你要谈恋爱的话，就是找一个27岁到32岁之间的这个年龄段的，我觉得挺好的啊。谢谢半成品艺术家送的粉丝团灯牌和本来跟冲击送的粉丝团灯牌，还有 AGEN 送的粉丝团灯牌，谢谢。对，我觉得真的是阅人无数的一个经验之谈。谢谢无名送的墨镜，谢谢木狸猫送的入团卡。我觉得写的挺好的。那尤其是我自己，就是跟这个博主是一个年龄段啊，都是处在32到40岁的这个年龄段，因为我现在37岁嘛，就
就我自己，我觉得我这几年吧，从2020年就从疫情开始一直到现在这4年的变化，我真的越来越懂得算计了。这个算计既包含字面意义上的算计，也包含引申意义层面的算计。在金钱物质上的算计，在感情付出多少上的算计，就是一直都在算计。然后呢，我做哪方面的工作？我做 IT 的，我是做 IT 咨询、售前咨询的，售前技术支持、咨询、解决方案这一类的。就我的主要工作是写 PPT 的，然后你可以理解为我的工作是做咨询的 IT 咨询的，就是比方说你们公司有一些这种 IT 信息化建设上面的需求，有预算，但是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应该要做成什么样，然后就会找到我们公司，然后我们这个团队就会帮你出方案，告诉你行业内现在是怎么做的，跟你同在一个行业的走在前面的标杆企业他们是怎么做的，我们有什么样的案例，我们建议你做成什么样，然后如果你认可你买单的话，然后你就跟我们签合同，我们帮你去实施去交付，然后给你做一些信息化的这种升级啊改造啊数字化的转型。我不知道我这样解释你能不能听懂，大概就是这种 IT 咨询的行业。对，我觉得说好听一点是爱自己，说难听一点就是懂算计，自私导向，也不是完全100%的自私啊。我对男朋友可能也是还是会比较照顾他的情绪，照顾他的，但是小事上或者说生活细节上，我会比较在乎他的感受，但是在大事情上面、大方向上面，我永远考虑的还是以我自己作为一个出发点也不是高级顾问了。对，我一直很排斥理工男这个说法啊，就理科是理科，工科是工科，我是工科男，我不是理科男，我不是理工男，我是工科男，我是学物理的。我觉得我们工科男还是要比理科男要高级一点的。对，我觉得衡量价值就是我现在会把所有的事情去量化成数字，量化成分量，量化成一切可以衡量的标准，我一定要找到一个衡量的标准。比方说谈恋爱，我比我的另一半有钱，收入要高，我可以接受我在经济上多付出一些，我在经济上或者说多承担一些，这个是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我也愿意这样做，因为我喜欢他。但是我会有要求，我不是那种不计回报的付出，我会希望就是说你能给我提供一些精神价值，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提供一些陪伴上的价值，就是我要看到你的价值，或者是我希望能够收到你的价值。谢谢小威哥送的复古头巾啊，就是谢谢你送的绿帽子。就是我如果对你好，我也是发自内心的，甚至是主动的，在你没有要求的情况下，你们并没有说什么，哎呀，给我买这个，给我买那个，给我钱什么，你都没有说，我主动的，比方说给你转钱，给你买东西，但是我内心其实是有期待，是有回报的。这个回报不一定是说等价的物质上的回报，而是一些我希望你在情绪价值上面的一些回报。比方说陪伴也好，或者是说的再具体一点，我在经济上多承担一些，那你是不是在这个比方说多做一点家务啊，或者是在一些其他事情上面，就是怎么讲呢，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就不一定是情绪价值，也不一定是体力劳动，反正就是我不知道我这样准确，我不知道我这样描述会不会让你们误会啊。大概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不太可能去100%的当一条舔狗了，说我喜欢你，我就不计付出的，我就不计回报的去付出啊，给你买东西，然后怎么样啊，对你没要求，只要你还喜欢我就行，就是我这种事情我也做不到，我对你是有一些期待的啊。比方说我希望每天回来之后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我希望你能够主动的不定期的去扫地，然后刷刷厕所当然我自己也会做这些事情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能够看到你在你力所能及的能力之内，去尽可能的为我们两个人的生活去做一些添砖加瓦的事情。我可以在经济上面多承担一些，那你可以在其他的层面上也多承担一些。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你说这个叫算计嘛？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说，因为我觉得算计应该是一个中性词吧。啊，我是赛的，所以我觉得对对方有一点期待，确实是正常的。就是，我觉得你做一些什么事情，也是你喜欢我的一个表现，或者说是一个证明。你不能单方面的享受你对我的付出。我希望你做一些事情，我并不是说这些事情你不做我就做不了。你比方说打扫卫生，你不打扫我也可以打扫啊，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说你主动的来做一些事情，比我让你去做，然后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我是希望能够感受到你有在为这个家，或者有在为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去做一些巩固的这种动作，或者做一些你在乎我的这种表现。你说这个叫做算计吗？或者是这个叫做自私导向吗？我觉得也很难说吧。但是我20多岁的时候，或者是我30岁刚出头的时候，我是完全不会去想这些东西的。我觉得我喜欢你，我就是要对你好，我就是看到你开心了我就开心，就是你高兴我就高兴。我以前是就可能10年前吧，10年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现在就完全不是了。现在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开心，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希望我能够看到你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对，我每天都喝有茶，每天最少1杯。这是我的一些感受吧。然后，这是一个理想状态，但是这个理想状态其实挺难达到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其实会比较极端的一个表现，就是说，当我发现我跟我的男朋友如果说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或者是说我对他有所不满的情况下，我就会做出一些比较极端的事情。这个极端的事情不是指那种社会新闻层面的那种极端啊，就是在心理层面，由于心理不平衡做出的一些事情，就是会跟他在一些小事上面斤斤计较，在一些小钱上面斤斤计较。比方说我今天出去吃的这顿饭，我就是不想买单，或者是说我今天给自己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就是不想给你买，因为我在其他的地方我感受到了不公平，我感受到了不平衡，我一定要找一个点把这个不平衡给它弥补回来。就是我是在用做一件伤害他的事情去抵消我认为他伤害我的做了一件伤害我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种心态是比较畸形的，就是我觉得他在有些地方有些事情上没有做好，或者是没有做到让我心理平衡，没有做到让我觉得反正就是让我不舒服。我的做法就是去做一件让他不舒服的事情，这个是我现在会做的，这个是我现在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这种状态是不好的，但是我又忍不住这样去做，就是你让我不爽了，我就一定要让你不爽。其实我也在反思这种状态是不好的，但是你说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吗？我也没有，我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我去跟他谈，我去跟他聊，如果聊天，如果谈心能解决问题的话，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了。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让他也感受一下我的不平衡，我的不开心，那结果往往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他并不会因为感受到了我的不开心，然后去改正自己，就这根本就是痴心妄想。这种事情发展下去，就是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他觉得你对他不好了，他就会做另外一件事情来伤害你，然后我再做另外一件事情去伤害他，就互相伤害，互相伤害，互相伤害，就会变成吵架，然后就会变成分手，就会变成矛盾，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有在改变我自己。谢谢涛涛同学。涛涛同学粉丝团升级为6，但是我在互动消息区没有看到你做什么。你是在点赞吗？还是在干嘛？哦，看到你送的粉丝团灯牌了，可能有延迟。谢谢你的粉丝团灯牌。
大概就是这样子吧。啊，谢谢你的陪伴。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让你们有了解我一点吧。其实，我不知道算不算就是了解，可能应该有了解一点吧。当然，我给你们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也会做一些选择性的过滤，就是有一些我认为，我也不是说自己有包袱吧，就是人都是要脸的嘛，有一些太难堪的事情我会把它过滤掉，有一些太血淋淋、太真实的事情我也会把它过滤掉，所以我没有办法那种毫无保留的像忏悔或者说像认罪一样给你们分享我的事情，事无巨细的都讲出来，我也不会。但确实是，就像你说的，以前是个恋爱脑，就是从一个恋爱脑变成了一个相对理性的，开始重视回报，重视对方付出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会觉得说，我现在对你好的前提是你要对我好。其实这个就举一个可能不那么恰当的例子吧，就是通讯录在社交软件上面去认识人的时候，可能现在大家都会用自己的照片做头像，有自己的照片啊，但是在以前那个年代，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么开放的这个年代，还流行一件事情叫做你发我回。我觉得其实我现在在感情上的心态有点类似你发我回这个事情，就是我要先看到你的照片，然后我才会给你发我的照片，就是我需要去建立一种信任，或者是建立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啊，我很怕自己吃亏，所以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例子恰不恰当，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啊。就我现在的心态是这样子，我现在的心态就是一种你发我回的心态，或者是说我可以先发，但是如果你没有回的话，那我就要开始找你麻烦了。我算是偏被动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被动应该这样去理解，就是很难去先迈出那一步，一旦对方迈出了这一步，我就会很热烈的回应，当然就前提是对方是我喜欢的菜啊。就像你出去面基，然后两个人到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面，比方说你去了他家或者他去了你家，然后两个人一开始很拘束、很拘谨，在看电视，在有一搭没一搭聊天，你也不知道眼前这个人对你是什么，你也不确定眼前这个人对你的感受，那一定可能要对方先有意无意的摸你一下，然后你才会有回应。但是我永远不会是那个先摸别人一下的那个人，就大概是这种被动的心态吧。但不是说对方已经对我做出一些表示了、一些暗示了，我还巍然不动的那种，我不是这种被动啊。这种我觉得已经不是被不被动的问题了，我觉得就是你说不好意思也好，还是怎么怕受伤害也好啊，就是一定要对方先做出一点什么，自己才会热烈的去回应。我是属于这种被动。有茶我已经喝完了，那个胖波特你可以来深圳，我请你喝呀。行吧，讲了这么多，也不是不同的恋爱风格吧，就是我觉得是自己进化的一个过程。我虽然我知道说在这个圈子里面，年轻是一种优势啊，包括我的男朋友，他就是以前他年纪就他以前男朋友就是年纪，我谈过的历任男朋友年纪都比我小，我没有谈过年纪比我大的，年纪最大的一任可能也就是90年的，就是我说去去成都的那一任，他是90年的，剩下的都是90后或者95后。我男朋友的年纪都比我偏小，然后我当然觉得说年轻会是一种优势，我的眼镜没有度数啊，
它是镜框，我戴了隐形眼镜，我戴这个镜框纯粹是为了遮一下我的黑眼圈。对，稍等一下。我会觉得说年轻肯定是一种优势，但是，稍等一下，我把我的那个台灯开一下，有点太暗了。我当然会觉得说年轻是一种优势啊，谢谢胖波特送的大啤酒，谢谢毛先生送的粉丝团灯牌。我会觉得说年轻有各种各样的优势，无论是身材样貌，但是呢，我一点都不怀念年轻时候的我自己。我觉得年轻时候的我，比方说10年前的我啊，27岁，我一点都不怀念那个时候的我。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从我22岁大学毕业，到我27岁有了5年的工作经验，到了我现在有了将近15年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时间一点一点在过去。我觉得我整个人的状态和我的整体的发展是向上的，无论是我觉得我的外形，还是尤其是我的工作、我的收入，然后我的思想，我所有的状态是在走一个上坡路的。只有我的年纪在一点一点变大，可是我并不觉得说我现在的年纪是我的一个劣势。我觉得我的年纪不是优势，也不是劣势，它就是一个客观的、物理的、真实的一个年纪，它就是一个数字，它反映不了什么。他只是，去让别人稍微了解我一点，哦，他今年37了，哦，他今年38了，就是这样而已。但是我觉得我一点都不怀念过去的我自己，我觉得我现在的我比10年前的我活得要开心，要幸福，状态要好，然后也比那个时候有钱，然后也比那个时候受欢迎，也比那个时候喜欢我的人，就是现在喜欢我的人会更多。我觉得我现在我所有的状态都是好的，所以我非常的。我承认年轻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是我并没有在怀念过去的自己。我觉得如果说一个人你到了快40岁的一个阶段，你还在怀念自己的20多岁的话，那就说明你活得很差，你现在当下活得很差，你过去的这10年是在走一个下坡路。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可悲的事情。所以我会很讨厌别人来攻击我的年龄，哪怕是开玩笑的。因为我的心态相对来说跟同龄人相比是没有那么成熟的，是比较幼稚的。跟同龄人相比啊，我的心理年龄是基本上是比较偏幼稚的，所以我会跟一些年纪比我小的人玩，就是哪怕是交朋友啊，我都会跟年纪比我小的人玩，少则小个2-3岁，多则小10岁，我也是可以玩得来的，我能够跟大家聊同样的话题。你在跟这些年轻人相处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人，他跟你关系好，或者是关系普通。我觉得在同性恋这个圈子里面，拿年龄来开玩笑，或者是来攻击一个人，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但是我非常反感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并不觉得年龄是我的一个弱势，我并不觉得年龄是我的一个短板。为什么你要拿我的年龄来攻击我？让我觉得很荒唐。你是觉得37岁的我活得很失败吗？所以每一次别人拿年龄来攻击我的时候，我是处女座，所以别人每一次拿年龄来攻击我的时候，我就会很认真的骂他。我所谓的骂就是同性恋撕逼的那种骂，就是会骂的很难看的那种骂，在群里面或者是在朋友圈里面，我就会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不觉得这是一种自卑的表现，反而我觉得我能够非常直接的表达你攻击我年龄这件事情我的不满的情绪。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一种状态。一个真正自卑的人，当他戳到你的真正的痛处之后，你是不敢去反击的，因为你怕他觉得你急了，你怕他觉得让他发现你也很在意自己年纪大这件事情。我是完全不在意的，我也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攻击我年纪大，所以我遇到这种人，我就是会非常直接的骂回去。我也不怕他觉得我急了，因为我真的没有急，我就是觉得你是不是有病。所以我特别讨厌别人攻击我的年纪。当别人开始拿我的年纪来开我的玩笑或者攻击我的时候，
我就会很直接的骂回去。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病？真的，我觉得你是没有什么可以攻击的点了吗？就是37岁怎么了？40岁怎么了？我就觉得说你是只有年纪，你是只剩下年纪一个优势了吗？所以我会觉得这种人很下头，而且我这个可能算是我的一个雷区吧。对，就是所以你看，在直播间里面，很多人问我年纪，我都会直接说出来。我没有觉得这件事情需要保密，需要维持一个什么人设，让别人觉得我很年轻。我觉得我就是这个年纪啊，我不需要让你觉得我很年轻，我只需要让你觉得我很有魅力就可以了。我觉得我有没有魅力，我觉得你喜不喜欢我，跟我的年纪没关系啊，所以我完全不介意让别人问我的年纪。我也可以拿我自己的年纪开玩笑，但是我就是我不希望大家，就是我不希望别人在认识我的时候过分的聚焦在年纪这件事情上，或者说通过年纪来评判一个人啊。我觉得对吧，就是一种刻板印象吧。包括像我现在的这份工作。我现在这份工作，因为我们是做咨询，就是做 IT 咨询的嘛，偏解决方案这一块，它是像我在我们的这个部门里面，我的年纪是属于很年轻的。就我虽然37岁，但是我们部门基本上都是主力的年纪都是在80年到85年这个年纪段，就是普遍会比我大个4、5岁，或者是2、3岁这样子。就我们部门经理在招人的时候，至少都是要8年以上工作经验的。8年以上工作经验，假设你22岁大学毕业的话，至少都是招30岁以上的。就是那种什么3年、5年工作经验的，你根本就做不了这份工作。所以其实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互联网公司，因为我不是互联网公司，我是在一家传统的 IT 制造企业，我们算是制造行业啊。IT 行业里面的制造行业，所以我很不理解为什么说在互联网公司会有35岁危机这件事情。我觉得一个35岁的人，他工作可能有个10来年的经验了，然后呢又还没有到中年，就大概在35到40岁区间这个状态，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工作经验又丰富，就是互联网那些互联网公司是。为什么想把这些人优化掉吗？是因为他们没有体力加班了吗？还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不太理解，我不是程序员啊，我不是程序员。我觉得可能在程序员这个岗位上，确实年轻人比较好用吧。但是至少在我们公司，在我所在的这个部门，年轻人其实是很难胜任我们这种工作的。所以可能在互联网行业，在传统的开发呀一些这种岗位上面，确实是需要年轻人吧。但是你像我们这个行业，你像我们这个工作，是需要你去了解客户的行业跟业务的。比方说，我们专注给金融行业的客户去做一些 IT 层面的解决方案，它需要你了解金融行业。比方说像，招商银行他们在信息化这块做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这个浦发银行在信息化这块做了哪些比较走在前沿的东西，其实是需要你有一些沉淀的。这个沉淀其实是需要你的工作跟阅历来沉淀的，然后去跟客户聊一些偏行业性质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于年龄还是有一些要求的，他没有办法像那种纯钻研技术、钻研那种代码的那种岗位，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谢谢雷曼的关注，谢谢黄先生的入团卡跟粉丝团灯牌。但是我觉得这个年纪的人也有这个就是在职场上，我这个年纪的人也有他的劣势，就是变成职场老油条了，太皮了，就是你已经不愿意从舒适区走出来。我去年差点因为这件事情，经历我人生最大的职业危机，就是我觉得职场老油条就是非常容易很精准的、很快速的、很高效的
找到你在这一家公司或者你在这一份工作里的一个舒适区，确保你的产出的情况下，就是怎么样既舒服又快还不累的产出，然后待在一个舒适区里面，不想动，不想挪窝。我就熟悉这一个产品，我就熟悉这一个方案，然后我就只干这一类的活。就是职场老油条，你上了年纪的人是非常擅长找到舒适区的，但是年轻人就不是，年轻人就是喜欢做有挑战性的事情，或者是说老板让你挑战，你就勇于去挑战。但是年纪大的人真的不是摸鱼，舒适区跟摸鱼是两回事儿。舒适区是你也会干活，你依然有产出，然后你依然有你的价值，只是对于一些新的东西，对于一些有挑战性的东西，你就不会去做了。对于你不熟悉的东西，就像是一个人在你熟悉的环境里面啊，比方说你在武汉待了30年了，待了40年了，然后我现在突然让你去上海去工作。那你觉得你会习惯吗？你当然不习惯。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22岁的大学毕业生，你工作了半年之后，我说我要把你从武汉调到上海去，那你是什么反应？你的反应一定是心情哇，去上海大城市怎么样长见识，就你是这种心态。但是对于一个40岁的人，他就会觉得说，我才不要去，我在武汉多舒服呀，上海消费那么贵啊，我在武汉我的吃喝玩乐都这么便宜，就是。22岁的人跟40岁的人，他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我是湖北十堰的，但是我在武汉念的大学。就是上了年纪的人在舒适区待着，真的很不愿意走出舒适区，而且他非常，就哪怕是换了工作，换了一家新的环境，换了一家新的单位，他会多年的职场经验会让他非常快速、精准、高效的找到他的舒适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大概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吧，我在2020年的10月份加入了我现在这家公司。我在前面的半年里面，我工作是非常努力的，我每天自己加班加到11点钟，就是回到家之后自己在写材料啊，自己去快速的熟悉业务，熟悉团队，熟悉客户。我大概用了半年的时间吧。等我差不多过完年回来，2021年过完年回来，我整个人就已经非常的驾轻就熟了，轻车熟路了。然后就是完全知道在这个团队里面要怎么样去发挥和表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就开始待在舒适区待了长达将近1年半的时间，然后就开始被我老板疯狂的挑战，就说我在舒适区里面待着不愿意出来，然后巴拉巴拉怎么样，然后我就经历了我人生最大的职业危机。但是我大概用半年的时间就是重新调整了自己的状态，去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现在就是不敢让自己，以前可能是100%的留在舒适区，现在大概就是60%左右待在舒适区，剩下40%偶尔的时不时的要让老板知道，就是说我并没有完全的舒适下来。职业危机不是说他想要优化我，职业危机说的是他会为了让我走出那个舒适圈，给我布置非常多的我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完成的工作，而且是持续性的，不是说你努力个1个月2个月就能完成的。我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去学习新的东西，去熟悉新的东西，去熟悉新的客户、新的产品、新的公司里的东西，就是强迫自己走出那个舒适区嘛。那个事情在那半年里面，我无数次的想要离职，但是我没有离职，就我最终坚持下来了。但我并不是想要表扬自己我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呢？我2020年的10月份加入这家公司的，在加入这家公司之前呢，我是2010年毕业的嘛，到2020年10月份加入这家公司，我刚好工作了10年，在这10年里面，我换了6份工作然后这6份工作没有一份工作是做完了完整的3年的劳动合同的。我最长一份工作经历就是做2年半我就跳槽了。我基本上从第2份工作开始就是跳槽，就是不停的被下家挖走，然后就到了新的公司。当然我的理由也很难，就是他给我涨工资，我就涨薪我就走，涨薪我就走。所以
我到了现在这家公司之后，我2020年的10月份到了现在这家公司，我不是说我花了半年的时间非常努力嘛，去研究公司的各种东西啊，然后让自己快速的融入团队，熟悉业务，熟悉客户，然后能够产生价值，在最短的时间内产生价值。就我在那前半年里面是非常非常非常努力的，然后就进入到了一个比较高效的工作状态。大概是在我进入这家公司1年半的时候，就是在2022年的1月份，有一天，就我那个时候距离我进公司已经1年半了。有一天，我老板跟我说，我给你申请了一笔奖金，然后呢，这笔奖金是你半年的工资，它会一次性打到你的账户里面，但是你需要跟公司签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你在2年内，就是在2024年的1月份之前不能离职，如果你离职的话，你就要把就是把这半年的这个工资发给你的工资，你要赔给公司你要还给公司所以那这个东西相当于就是领导比较重视我，比较看重我嘛，然后比较赏识我，觉得我是个人才，然后这个不是我自吹自擂啊，这个其实你们是可以，我举这个例子，我觉得你们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啊，就相当于是给我申请的一个福利了，防止我跳槽嘛。然后我当然就二话不说我就签了我半年的工资哎，所以我就签了之后呢，然后到了2020年的3、4月份，他又给我争取了一个升职加薪的机会，就是调整了我的职级，升了一级，然后工资也涨了25%吧，涨了1/4，涨了20%，所以就是我就进入了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嘛，所以到了2022年的下半年开始，我整个人就懈怠了，我就待在我的舒适区里不想出来了。然后我的老板就快速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2022年底的时候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就说发现我最近的状态啊，发现我最近的工作啊，就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各种问题，就是总结下来就是我待在舒适区不愿意出来了。然后呢，他就开始，你不能说叫 PUA 吧，就开始对我提出各种高要求，很严格的要求呢。然后我不是说我就是花了半年的时间走出那个舒适区嘛，去完成他对我的各种要求。在这半年里面，我说我无数次的想要离职，我觉得我坚持不下去。那我为什么坚持下来呢？就因为那笔奖金，我坚持下来了。然后到了今年的1月份，就是到了今年过年前，然后那个协议到期了嘛，我也没有离职，它就自动解除了。解除了之后，我的心态反而轻松了，我也再遇到问题，我也不会动不动的就想要去离职，去逃避。因为我之前进入这家公司之前，我的前10年的工作经验，我基本上就是跳槽对于我来说已经习惯了，离职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但是反而经过了这一次的事情之后，就是他让我走出舒适区，并且签了一份这个半年的奖金的协议来绑住我，这件事情反而让我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在遇到问题之后，就你会发现说，通过自己的努力和逼迫自己，就是真的是能够让自己有一些进步的外力跟内力都有嘛。外力就是我的这个老板对我的要求内在的这个约束就是我自己舍不得这半年的工资的奖金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就逼自己去做嘛，结果还真的就是走出了那个舒适区，而且也获得了老板的这个认可。所以觉得有的时候人真的是要逼一把。但是其实如果年轻人的话，可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说走出来就走出来了，说走出舒适区就走出舒适区了，说转型就转型了。但是你到了我这个年纪的人确实挺难的。而我现在就是属于没有任何的协议在身上，就是随时都可以，老子不爽了，老子就离职。但是现在反而不敢离职了，现在就挺怕失去这份工作的，因为现在大环境也不是很好嘛。然后身边的人没有工作的人还是挺多的，身边的朋友失业的，找不到工作的，或者是一时头脑发热裸辞了，然后长达半年各种找不到工作的。还有很多人虽然没有失去工作，但是他的收入减少了的，就是让我看到之后我想说不敢辞职了有没有想过创业完全没有想过创业。被裁很好，可以获赔一大笔钱，我之前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我现在不这样想了。
因为你要知道，到了40岁这个年纪之后，你想要再去找工作，你就会跟年轻人一起去抢饭碗，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像我37岁，假如我现在被裁的话，我一个37岁的人，我要去跟一个30岁的人，小我7、8岁，将近10岁的一个人去抢工作，请问我有什么优势呢？我的工资比他高那么多，我开一个很高的工资，然后把我的这个潜在的新公司吓跑吗？把我的这个面试我的人吓跑吗？那虽然说我比年轻我10岁的人能干产出要高，可是在人力资源的眼里，他不是这样来衡量的，他不是来衡量你能干多少活的，他们会觉得说你的每一分收入要匹配得上你的付出，你的收入比一个没有你资深的人高，可能高了1倍，但是呢，你的产出并没有达到他的1倍，或者说即使你的产出达到了1倍，但是依然没有达到这些资本家的要求。比方说，今天你用我价值，比方说我价值50万，然后我创造了100万的价值，另外一个人呢，他只值25万，他创造出了50万的价值，看起来我们都用自己的工资创造出了自己2倍收入的价值，但是对于公司的人力资源或者管理层不是这样看，他们认为一个25万年收入的人创造了50万的价值，他们是能接受的。但是当你的收入达到了50万的时候，他们对你的要求就是希望你能够创造200万的价值，就不是再乘以2那么简单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年人，高收入的中年人，尤其是从互联网大厂出来的这种中年人，就不能叫中年，就大龄人士，他们找不到工作的一个原因，就是你的收入太高的时候，他们会，就是金融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就炒股里面有一个叫做什么市盈率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去懂金融啊，就是当你的这个股价涨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的市盈率，你一只股票200块钱股价的股票跟一只2块钱股票的股价，你的这个市场对于你的期望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很多大龄的中年人，他们在失去一份高收入的工作之后，一直找不到工作的原因就是这样。如果你还觉得自己还惦记着自己之前的那份薪水的话，你觉得我的上一份工作，我的年收入是100万，我还要再找一份100万的工作那其实这是特别难的。所以年纪越大，真的越不敢跳槽。也不叫劣币驱逐良币，就是在资本家的眼里，在管理层的眼里就是正常的那种比如说1万2万的工资，跟7万8万月薪工资的人，那完全是2套价值体系来衡量他的产出和价值。所以年纪这个事情真的还是挺残酷的。谢谢波比大王送的粉丝团灯牌啊。对，就是性价比不高。他会觉得说，我花50万招一个人，我不如花25万，然后用50万的预算去招2个25万的人，产出一定比你这个50万的人要高。很多管理层，尤其是不懂业务的管理层，他就是这么思考问题的。就很多人他就是觉得说，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儿，堆人头能解决绝大部分的问题。这是很多企业管理者看待问题的或者是解决问题的思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高薪人士在辞职之后很难找到工作的一个原因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巴拉巴拉的讲了好多啊。你那个圈子里的人，好像好多人没有正式工作，都在搞电商或者抖音。我那个圈子里的人，我那个圈子是什么圈子啊？大家不都是 gay 圈吗？有谁不一样吗？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然后谢谢小老虎 WJ 的关注。我的衬衫啊，我的衬衫我不知道算不算贵，我的衬衫是这个牌子的。这个牌子的衬衫大概在800块钱到1200块钱一件，就看材质。便宜的好像是800多，贵一点的他们家好像就3个价位吧，780、1080和1280。我近视啊，我戴了隐形眼镜的。我不是把牌子发出来了吗？我发在评论区了，你们有看到吗？ Suit Supply 一个荷兰的牌子，天猫店有，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啊。屏蔽了 Suit Supply， Suit 就是西装的那个单词 Suit， 然后 Supply 供应的那个单词 SUPPLY Suit Supply。拍小茉莉的动机是什么？我觉得你的动机的这个词用的我很难理解。你拍剧有什么动机呢？你是说我图什么吗？我不图什么呀，我没有什么动机。拍戏就是百里说问我有没有兴趣拍戏，我就说有。我有什么动机吗？我并没有什么动机，我就觉得说自己没有尝试过的事情试一下。我觉得你的这个问题还挺冒犯人的。什么叫动机？我没有什么动机，我就是觉得我没有做过的事情，新鲜的事情，我挺感兴趣的。然后正好有人主动邀请我，那我就试试喽。如果说你能够因为拍这部剧有一些什么额外的收获，也挺好。但是我没有这样的太多的想法，我就觉得说挺好玩的。啊，不用道歉，我是觉得，我是觉得你，我是觉得我没有什么动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只是我觉得，我可能一时想不到我有什么动机吧。整洁其实还好，其实我的床还是挺乱的，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床，我没有。我的床其实还是挺乱的，我的书包就直接扔床上。剧中角色跟我有类似的地方吗？没有，基本没有。啊，类似的地方就是不是天菜，就是剧中的那个 CP 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我的菜，就是这样子。我没有怀疑我的领导是通讯录。我没有，我也没有见一个爱一个，我没有这么厉害，我木有这么厉害呀。啊，
我怀疑你以前是怀疑你领导，我没有啊，我领导快50岁了，我怎么会怀疑他是通讯录啊？谢谢我想的关注。为什么听到打字速度压力巨大呀？不像啊，小茉莉的那个图标是圆的，是一个圆形，我这是一个 U 型。啊，也没有很油了。这个牌子你们不知道吗？这个牌子是 Fred Perry， 也是一个，不能算潮牌，半休闲、半潮吧，半休闲的潮牌吧，我觉得应该是，也不能 Fred Perry 算潮牌吗？应该不算。谢谢，这个字念什么？妍妍吗？妍妍送的入团卡。哇，播了3个小时了，我准备下了。那就勉强算个入门级的潮牌吧。我最喜欢啥品牌的服饰啊？我看款式吧，我没有特别喜欢。如果是正装的话，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我买西装的话，基本上都在 Suit Supply 买。然后休闲的话，我其实没有太挑牌子。辛苦你了，连续3天守到下播，谢谢你，谢谢你的支持。准备下啦，拜拜。谢谢 James Happy 送的粉丝团灯牌。下了，我去打会儿游戏就睡了，拜拜。